让人极不舒服的12种低情商行为，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？他们明明没做什么大错，但一开口就让气氛尴尬，让人浑身不自在，恨不得立刻逃离现场。今天我就深度剖析一个残酷的真相，很多人都无法接受，但坚持看完，能让你人际关系越来越顺。那些让人避之不及的低情商行为，你我身边每天都在发生，甚至你自己可能就是那个让别人不舒服的人。低情商的本质其实是认知的盲区，你以为你在展示自己的优秀，实际上你在证明自己的无知；你以为你在帮助别人，实际上你在消耗别人的耐心。你的列举是种最典型的低情商行为，看看你中了几条，坚持看完，你就能蜕变成人际关系赢家，心态变强。第65天，第一种习惯性否定：朋友把房子都买下来了，你却当面说装修不好看，楼层太高了，同时高高兴兴地给你分享好消息，你却泼冷水说别高兴太早。你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可是，但是不对，你还自以为这是很有主见，众人皆醉我独醒，其实在别人眼里就是个杠精。这种逢说必反的毛病，根源是过度防御的心理机制，通过否定他人来获得虚幻的优越感。现实是，没人喜欢跟一个爱反驳的杠精交流，因为跟你说话太累了。第二种，永远在抢话，别人话说到一半，你立刻抢过话头，我知道，你是不是要说，然后开始滔滔不绝。你觉得这是思维敏捷，别人感受到的却是不被尊重。更可怕的是，被指出问题时，你还一脸无辜，我这不是在积极参与吗？第三种，喜欢当众纠正别人的小错误。公司会议上有人省略读数据，你立刻打断，搞错了，是 3.1415927， 不是 3.14。 你把会议桌变成个人秀场，把茶水间对话升级成学术答辩，同事随口说错一个电影上映年份，你非要当场查证。你以为在维护真理，以为这是负责任，实际上是在满足虚荣，还分不清轻重缓急，成了人堆里最不受欢迎的人，别人不再愿意跟你产生互动。第四种，当众揭短。你在会议上突然提起同事去年的工作失误，在聚餐时故意说起朋友过去的糗事，你美其名曰分享经验，活跃气氛，实际上是在享受让他人难堪的快感。最可怕的是，被指责时，你完全意识不到这行为很伤人，还在装好人，我这是为了帮助你成长。第五种，玩笑开过界，你拿同事的秃头开玩笑，还说开个玩笑而已，这么敏感，干嘛当众点评女同事的身材，还倒打一耙，我这是关心你健康。这不是幽默，是言语暴力。真正的幽默让人如沐春风，而不是让人如坐针毡。这种人往往还自诩性子直，很单纯，很直率，其实是不懂尊重为何物。第六种，炫耀式关心。表面上在关心别人，实际上在秀优越感。你上班通勤太累太辛苦了，我刚买了宾利，开着就挺舒服的。你住的出租房太挤了，我买的海景房又大，风景又好看。这种炫耀式关心的根源是内心深处需要通过比较来获得安全感。你把人际关系当成竞技场，把每次交流都变成展示自我的舞台。可你从没想过，没有人会真心喜欢一个永远在暗示自己更优越的人。第七种，阴阳大师同事买了新车，你说现在买车不明智，还是理财实在？朋友升职加薪，你点评这个位置可不好做，前3个月是危险期。表面上是关心建议，实则每句话都在暗示我比你高明。这种伪善的关心比直接的恶意更让人不适。第八种，死不认错。出了问题，总能找到借口为自己开脱，总能找到替罪羊，永远自己是无辜的。被逼到墙角时，最多勉强说句，就算我有错，你也不全。对这种拒绝认错，从不道歉的顽固毛病，源于脆弱的自尊，觉得认错就是认输，
即便再宽容的人也会逐渐心寒，而敢于认错的人才能真正赢得尊重。第9种，懂忘附体。遇到事不懂还装懂，自作聪明，不愿虚心请教，别人好心教你，你还嘴硬地说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这个我懂，我早就想到了，这个太简单了。结果实际操作时错误百出，你宁可把事情搞砸，也不愿承认自己需要学习，最后所有人都懒得指点你，看着你在坑里越陷越深。第10种，撒谎成性，说的假话比真话还多。为了刷存在感，做显眼包，就习惯性张口造谣，和临时捏造谎言。比如小王夫妻平时关系好好的，就吵了一点小架，你却拿来做谈资到处传。我跟你们说，小王喜欢打老婆，都打住院了，马上要离婚了。更可恶的是，传闻谣言还要加一句，别说是我说的，以为这样赚了大家的注意力，还可以明哲保身。实际上大家早就在心里给你贴上了长舌妇的标签。等当事人小王来找你对质，你又改口说我没有说过，这是小李说的。小李来找你，你又说这是某某说的。你以为自己能玩弄众人于股掌，实际是透支了信任，下次说啥都没人会相信。第11种，永远在倾泻负面情绪，就像身体长大了，内心却没长大的巨婴，一天天只会抱怨，永远需要安慰，永远要别人来解决他们的问题，还怪别人不够包容，却不知成年人该为自己的情绪负责。和这种人交往，就像背着一个大包袱，时间久了，再好的朋友也会感到疲惫。第12种，不会表达感谢，让同事帮你带饭，从不给钱，请人帮忙修改方案，觉得理所当然，蹭别人的会员账号毫无愧意，你还振振有词，这点小事还要计较，这不是大方，是爱占便宜。人际关系的天平一旦长期失衡，再好的关系也会破裂。等到透支人情账户，没人再愿意帮你时，你还要抱怨。现在的人都太现实，改变这些毛病确实痛苦，但回报超乎想象。如果你在这些描述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别担心，改变永远来得及。明天开会时，试着先肯定再补充。朋友分享喜悦时，真诚地说，真为你高兴。做错事时，大方地说，这是我的问题。记住，高情商不是圆滑世故，而是既能真实做自己，又能让身边的人感到舒适。当你开始修正这些行为，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在用温暖回应你。这不仅仅是人际关系的改善，更是与更好的自己久别重逢。